台湾目前拥有的460辆主力战车 N60A3 即将全面退役，为确保其未来战场上的持续作战能力，台防部已决定启动 N60A3 战车性能提升项目。这一项目不仅涉及将750匹马力的引擎升级至1050匹，以适应未来增加的装甲防护重量，还将搭载井号科技研究院研发的全新射控、炮控及观瞄系统，以及数位战场直管系统。此外，还将现行的液压式炮塔全面升级为全电动式炮塔，大幅增强 N60A3 的动力防护力，并缩短接战反应时间，从而显著提高与敌交战的胜算。鉴于当前局势的紧张，政府虽已加强防御型及反制型飞弹的生产与采购，以削弱敌方优势，但仍需警惕可能发生的陆战。因此 ，N60A3 战车的性能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台防部已向美军采购了108辆 M12T 战车作为辅助战力，但短时间内仍难以满足台湾的需求。为此，台防部决定对现役的 N60A3 战车进行全面升级。据陆军资深将领透露，虽然原计划将 N60A3 战车的主炮射程从105公里提升至120公里，但因技术限制未能实现。不过，现有的射控系统将全面升级为数位式系统，以提升命中精准度和减少运算时间。在动力系统方面，目前 N60A3 战车所使用的750匹马力的 AVDS179024引擎已无法满足未来战车性能提升的需求。尽管有传言称台防部采购的引擎为国外翻修品，但陆军勤务指挥部已予以否认，并强调将重启生产线进行生产。据了解，美方厂商推荐的 AVDS179084 引擎具有1050匹马力，比现有引擎多出300匹，完全能够满足未来装甲防护的需求，并提升越野能力和行进间射击稳定度。因此，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台防部决定增购该引擎，为所有 N60A3 战车更换全新的心脏 M60A3 战车的大脑。由井号科技研究院研发的指挥系统也将进行全面升级。该系统不仅配备热像系统，以实现全天候作战，还搭载全新射控、操控及观瞄系统组成的数位战场直管系统与雷射预警系统等，使其具备同时应对多重目标的能力。此外，为提高操作效率，液压式炮塔将升级为全电动式炮塔，让操作手能够迅速发射炮弹，摧毁来犯敌军。同时，为满足性能提升后的大量电力需求，现有的650安培发电机也将升级为1000安培以上的发电机，以确保各项系统的正常运行。外界持续质疑 M60A3 战车在面对对方海军陆战队陆军集团军 CTD-0527突击车时的防御能力。然而，据知情人透露，尽管 M60A3 的设计源自30年前，但经过台湾科技研究院及军备局的精心升级，这款战车已焕然一新。其105公里射程的主炮能发射多种炮弹，包括一稳脱壳穿甲弹、高爆穿甲弹和高爆榴弹等，使得对方的2栖突击车同样难以抵挡。更值得一提的是 ，M60A3 在性能提升后，不仅在侦搜、锁定任务电脑的精算时间上优于对手，而且在台海紧张局势下，我方的 N60A3 战车仍能有效抵御敌方攻击，捍卫胜利。在美国军事史上， M60巴顿战车无疑是一个辉煌的篇章。它不仅是巴顿系列的巅峰之作，更是美军第4代主流战车的骄傲代表。自1962年起， N60战车便成为美军装甲部队的中流砥柱，直至20世纪60至70年代，它更是主宰了美军装甲兵力的黄金时代。尽管按照命名规则， M60并未直接以巴顿命名，但它无疑继承了巴顿家族的荣耀，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国境线，至今仍在全球多国中享有盛誉。谈及 M60， 我们不能不提的是，尽管在1980年代 M1战车的出现使得 M60的光环稍显暗淡，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军事规模的调整， M60战车在90年代初正式从美军退役。然而，这并未终结 N60的传奇。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台湾成为了 N60战车精神的传承者，特别是 M60A3 型号。这些90年代引进的二手车辆，承载着坚定的守护台湾的使命。面对现代战术的快速发展，这些战车不得不进行升级改造。为此，台湾制定了一项宏大的计划，预算高达45亿台币，计划自2023年起对 M60A3 进行重大更新，
涵盖引擎、变速箱等关键部件，预计在2028年前全面完成。回顾 N60 战车的诞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是在 M48 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革新和提升，其中更为强大的发动机和新颖的主炮设计是其核心亮点。尽管与现代战车相比， M60 在火力上可能稍显不足，但其在士兵训练和城市防御等方面仍具有巨大的潜力。此外 ，M60 的炮塔内部空间充裕，为未来的改进提供了无限可能。从 M47中型战车的第2代8吨到 M48 战车的第3代，每一次升级都显著提高了火炮的瞄准精度和射程，减少了操作人员数量，并增强了装甲防护。然而 ，M48 战车的90毫米主炮在火力上仍有提升的空间。随着苏联 T55 战车的出现，其搭载的100毫米主炮明显超越了当时北约的标准，这促使美国军方对自家战车进行了进一步升级，选用了英国研发的105毫米 L7 主炮。这一重要决策直接推动了 N60 战车设计的全面改进，从而诞生了这一传奇型号。在战车设计与研发的璀璨星空中， M60 8吨战车无疑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它融合了 T95 技术的精髓与 M48I2 战车的优点，期待着重生的那一刻，带来了底盘的重新设计与炮塔空间的扩大。其核心武器系统及68型105毫米火炮，源于英国 L7 战车炮的美国授权生产版本，作为70年代北约战车标准的代表。它在法国 AMX30 战车、德国 Leopard 等北约主力战车上均有出色表现。M60 的火炮设计展现出了非凡的机动性，可现场快速更换，轻松在1000米之外击穿厚达120至200毫米的装甲防护。同时，它配备的7、62毫米同轴机枪和12、7毫米重型机枪，使其火力展示更为全面且毫不留情。M60 8吨战车并未满足于现状，而是持续进行改进。首个更新的版本 M60A1 通过优化炮塔内部布局，减轻了整车负担，并引入红外夜视系统，大大提升了火炮的可靠性。以色列作为 M60 8吨战车的主要使用者之一，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其 M48和 M60 战车虽展现出色，但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这些经验为后续的战车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M60A3 则以其庞大的身形引人注目，近7米的长度，约3.6米的宽度，以及高达50吨的重量，却搭载了一个 AVDS1790系列的12缸风冷柴油引擎和一个废气涡轮增压器，使其能够适应各种燃料。自1971年起，炮塔顶部安装了空气动力学部件，不仅提升了战车的外观特色，还进一步增强了发动机性能。同时， M60A3 对车体和动力传动舱进行了全面改良，增设了防火隔板，大幅提升了防火能力。尽管体型庞大，但750马力的引擎赋予了它出色的机动性能，公路时速可达48公里，越野时速约为19公里，使其成为美国第一种高机动性的重型主力战车。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M60A3 战车已逐渐跟不上现代新型战车的步伐。以美军现役主力战车 M1A2 为例，其重量超过60吨，但公路时速却高达67公里，越野时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0公里每小时。尽管如此， M60A3 战车凭借其庞大的身躯和坚实的运动特性，仍展现出了其不凡的战斗力与坚定的信念。为了不断提升自我， M60A3 还采用了新的弹道计算电脑，并对炮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其在运动状态下也能进行精准射击。作为一款经典的战车设计， M60A3 战车不断提升其夜战能力。它装备了先进的热成像夜视系统，该技术与 M1 战车所使用的系统相媲美，极大地增强了在黑暗中作战时的能见度和精准度。这使得 M60A3 战车在夜间战斗中同样能够发挥出色的战斗力，夜色不再是其发挥战力的阻碍。M60A3 战车的炮塔设计独具匠心，采用铸造工艺制造，其正面轮廓紧凑，显著降低了被敌方火力正面命中的风险。炮塔的装甲厚度达到了坚实的250毫米，而车体部分则拥有110毫米的厚重铠甲，为战车提供了强大的防护能力。然而，与更为现代化的战车相比， M60A3 的防护能力仍有提升的空间。因此，
一些国家选择了增加反应装甲或采用焊接复合装甲炮塔来替代原有的铸造炮塔，以进一步加强其防御能力。1980年代，美军的 M1 主战坦克崭露头角，迅速成为陆军装甲部队的明星。然而 ，M60 战车并未因此黯然失色，特别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尽管有声音质疑 M60 的性能无法与伊拉克的 T72战车相提并论，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M60A1 却以其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身的实力，并斩获了显著的战绩。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陆战队逐渐将 M60 战车更换为 M1 系列，而多余的 M60 战车则被转售给全球多个地区，如台湾、土耳其、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使 M60 战车的影响力得以延续。台湾在90年代中期从美国购入了460辆二手的 M60A3 战车，并对其夜视设备进行了升级，从传统的星光夜视系统升级到更高级的影像夜视仪，形成了今日依然服役的 M60A3 车型。此外，台湾还与通用动力公司合作，推出了基于 M48 战车衍生而来的 CM11 勇虎式主力战车 GM48H。这款战车装备了与 M60 相同的105毫米主炮，并拥有更加强大的250毫米前装甲。尽管与现代战车的120毫米或125毫米主炮相比， CM11 在火力上稍逊一筹，但在与装备105毫米主炮的轻型战车交战时，或对抗标准装甲车辆时，它依然能够占据明显优势。随着岁月的流逝， M60 与 CM11 战车的服役年限逐渐增长，台湾军方一直在寻求升级和延寿的可能方案。早在2016年，台湾科技研究院便提出了 M60A3 战车性能提升的评估计划。该计划设想将战车的火炮更换为与 M1A2 战车同款的120毫米火炮，引擎从750马力升级至1200马力，同时替换炮塔的液压系统，并精进弹道计算电脑和自动装弹系统。然而，由于改装成本高昂，每辆战车改造预算高达数亿元台币，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台湾也曾尝试为 M60A3 装备反应装甲，但考虑到重量增加可能带来的性能折损，这一想法也未能成为现实。M60 战车及其衍生型号的历史和技术演进，是一部充满挑战和创新的军事装备发展史。各国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和财政状况，对这些老将的改造和运用都展现出了独特的智慧与权衡。尽管技术的变迁不断推动着战车的进化，但 M60A3 和 CM11 勇虎式主力战车已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们所承载的不仅是战略价值，更是深厚的历史意义。台湾对 M60A3 和 CM11 战车进行引擎升级的决策，确实受到了波兰采用德国 MTU 引擎方案成功实施的影响。由于 M60和 CM 系列战车面临引擎更换需求超过400台，以及后续对零件和附件引擎的庞大需求，这为制造商重启生产线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动力。虽然新引擎的加入将提升 M60A3 和 CM11 战车的性能，但与当前的新型现代战车相比，它们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台湾不仅局限于引擎的升级，还计划为 M60A3 战车更新控制系统和官僚系统。这些升级如果能够成功实施，将极大地提升这两款战车的整体战斗力，并显著延长其服役周期。M60 战车系列能够在全球多地稳定服役长达40年之久，无疑是战车界的一份重要遗产，也是技术更新与战略调整的杰出范例。在 M60 战车的改良和升级过程中，以色列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表现突出的国家之一。埃及和约旦虽然也对 M60A3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如增强动力和加装反应装甲等，但相比以色列的改造工作，这些努力显得较为有限。以色列基于深厚的实战经验和创新设计能力，对 M60 系列战车进行了深入的改造，成果显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Maggie 系列战车。Maggie 系列战车不仅在国内服役，还成功打入海外市场，成为以色列装甲兵力的关键构成之一。这些战车在多次中东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展现了出色的战场表现。特别是在叙利亚北部的战斗中， Maggie H 战车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叙利亚军队的 T72 战车，极大地提升了以色列的国际声望。
以色列对 M60系列战车的改造工作，包括采用爆炸式反应装甲，以增强对苏联 N-03型反坦克导弹和 RPG-7火箭发射器的防御能力；搭载更为强大的900马力引擎，以提升动力性能；以及采用先进的火控系统和卡瓦战车使用的履带设计，以增强战场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些创新设计不仅提升了 MiG-H 系列战车的生存能力，也使其在现代战场上更具竞争力。M60战车及其衍生版本 MiG 系列在军事装备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它们见证了技术创新和战术调整如何使老式装备焕发新生，同时也展示了军事力量对于现代化改造的不懈追求。这些战车的历史和未来将继续激励着全球的军事战略家和装备制造者不断向前推进军事科技的边界。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确实发现马加赫 Merkava 及马加赫式 Merkava 的音译是以色列的主战坦克。6型和7型坦克所配备的爆炸反应装甲，在面对新型高速穿甲弹时效果不佳，这是因为当时破甲弹设计正在向串联装药 Tandem Warhead 进化，这种设计使得传统爆炸反应装甲的防护能力大打折扣。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以色列军队对马加赫7型坦克进行了改进，采用了更加坚固的附加复合装甲。这种新型装甲能够有效抵御新型穿甲武器的攻击，显著提升了坦克的战场生存能力。随后，以色列以马加赫7型为蓝本，进一步开发出了萨布拉 Shabra 这款出口型主战坦克。这款坦克不仅装备了先进的轻型复合装甲模块，还升级了主炮系统，将原本的105毫米火炮升级为120毫米滑膛炮，进一步提升了火力打击能力。在台湾方面，为了提升现有 M60系列坦克的性能，台湾军方利用以色列提供的升级配套，对 M60坦克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坦克被称为 M60T 型。这一改造旨在提升坦克的火力、防护力和机动性，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台湾在寻求新一代主战坦克的过程中，对美国 M1 系列坦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M1 系列坦克作为美军现役的主力装备，在多次实战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性能，特别是 M1A2 SEPV3 版本配备了先进的火控系统、防护系统和动力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台湾军方在2000年代初期就开始考虑引进 M1 系列坦克，以替换现役的 M60A3 TTS 和 CM11 勇虎坦克。这些坦克虽然数量众多，但已经服役多年，存在后勤保障困难、战斗力难以提升等问题。因此，引进新一代主战坦克对于提升台湾陆军的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台湾引进 M1 系列坦克的计划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高昂的采购费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其次，台湾的地形和战场环境是否适合进行坦克战，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最后，如何将这些先进的坦克与现有的军事体系相融合，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总的来说，台湾在寻求提升陆军作战能力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军事装备发展战略。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